相恋5年的女友要跟别人结婚，窝囊的郑烈跟基友们喝得烂醉，婚礼结束了才敢说出要去抢婚，东倒西歪的就往外走。女朋友洪娜拉终究放不下，从婚礼现场跑来找郑烈。郑烈泣不成声跪求复合，娜拉看着眼前的郑烈，俩人和好如初。富家千金为了穷小子逃婚，郑烈要去摆平未来岳母，伸出脸等着挨揍，没想到等来了惊喜。丈母娘不仅不要彩礼和房子，还给了他一笔钱筹备婚礼。女儿那么执拗，丈母娘只能支持。要想结婚，就剩搞定老丈人这个硬茬。作为军人的老丈人果真是个炸药桶，拿枪做事要让这个臭小子自动放弃。郑烈虽然吓得左右摇摆，但还是老丈人的叫个不停。于是一声枪响中，两人如愿结婚。原以为婚后的日子甜甜蜜蜜，谁成想爱情片变成了惊悚片。曾经的沧海桑田，轰轰烈烈，褪去激情后，只剩一地的鸡毛蒜皮。生活的不堪让爱情渐渐失色，总是有着吵不完的架。最后闹到法院起诉离婚，俩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相互攻击诋毁。郑烈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，婚礼花销的钱每个月都要还丈母娘一部分，因为在备考律师收入不稳定，30块钱的拌饭成了郑烈每天吃不腻的韩国之光。娜拉喜欢吃意面，被他嘲讽崇洋媚外。两人去瑞士蜜月旅行，娜拉只想着窝在住处放松心态，重点是感受瑞士的气氛，这让农村出身的郑烈觉得是暴殄天物，所以他们的蜜月照都是这样。除了生活习惯，200块的随礼钱都能让俩口子冷战几个月。补习班前辈的妹妹要结婚，郑烈想要200块包红包，娜拉吐槽了一句，结果伤了凤凰男的自尊心，开始各种闹脾气。下大雪非得自己走回来，弄得满头大雪。娜拉商量给婆婆送什么生日礼物，郑烈总能扯到无业游民上，活生生的把一位千金小姐逼成了一个满嘴喷饭的泼妇。婆媳矛盾也是韩国思密达逃不过的噩梦。郑烈来自一个农村家庭，全家都十分节俭，从小娇生惯养的娜拉到公婆家各种家务抢着干，洗碗时多放了些洗洁精，就被婆婆一顿指责。야야 그거 가지고 저 내년까지 이 온 동네 그릇 다 닦고 놨겠다. 어머 그 수돗물까지 칼칼칼 펴놓고 와주라고 저가. 因为花钱大手大脚，又被婆婆一顿数落。反过来，女方家对郑烈也是各种挑剔。吃饭时，因为打翻红酒有洁癖的郑烈非要洗澡，被一家子嫌弃。가서 고모부 좀 빨리 나오라 해. 고모가 빨리 나오. 郑烈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吐槽娜拉不爱洗澡，每次喝完酒就想要为爱鼓掌，导致两人矛盾升级的竟是郑烈在律所跟年轻的妹子搞暧昧，还自以为傲的是妹子对自己单方面的喜欢，而娜拉也强不到哪里，因为制片人的身份跟男导演界限不清，让郑烈想揍人，反被娜拉嘲笑，只有挨揍的份。郑烈要准备明天的律师资格证考试，刚睡下就被一身酒气的娜拉折腾得难以入睡。第二天醒来就发现家里烟雾缭绕。娜拉早上起床做饭，由于昨晚喝得太多，又在沙发上睡着了，被逼疯的郑烈下定决心要离婚。不过离婚要有30天的冷静期。故事的精彩后半程正式开启。离开法院的俩人因为斗嘴被大货车撞翻，幸好两人身体都无大碍，但狗血的是俩人竟双双失忆，连医生都忍不住吐槽。护士告诉他俩之前是夫妻，随着失忆不愉快的记忆也烟消云散，俩人没了唇枪舌战，成了最陌生的熟悉人。娜拉看着郑烈飙了一句脏话，郑烈却内心雀跃，原来自己还有个漂亮又多金的老婆。本以为就此俩人可以各回各家各找个妈，但医生建议让两人生活在一起，熟悉的环境有助于恢复记忆，
离婚的事儿可以缓缓。可刚一进家门，丈母娘都被这一屋子的狼藉给震惊了。娜拉看着满桌子的酒瓶，立刻脑补了一出妻子无法忍受酒鬼老公只能离婚的大戏，却被小姨子无情的揭穿。但让郑烈想不到的是，墙上的结婚照对比着棒球上的爱情宣言，让郑烈不寒而栗。丈母娘看在眼里，为了防止两人旧情复燃，用大金表劝服小姨子，全程监管他俩。小姨子真是尽职尽责，对两口子百般刁难。郑烈晚上上厕所都被怀疑要溜去姐姐房间。此刻距离离婚冷静期结束还有20天，丈母娘特意为他们举办了回忆之宴，希望在亲朋好友的共同回忆下帮他们找回记忆。老丈人的示威手势却被郑烈理解成爱的表示，反而让老丈人一脸懵逼。因为吹风机事件给小侄子留下了心理阴影，死活不肯进场。在好基友的点滴回忆下，他们之间也是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缓缓拉开序幕。5年前，好基友们个个出入成双，备考律师的郑烈却在酒吧埋头苦学。服务生胖哥为了完成业绩，非要给他物色对象，拉来了独自一人的娜拉。谁知郑烈连30秒都没撑住，一个杀人微笑直接逼退娜拉，把胖哥也给整无奈了。但缘分天注定，被胖哥一路嘟囔的郑烈看到娜拉被东西噎住，无法呼吸，郑烈冲上去用海姆立克法急救法救下娜拉，随后送她去了医院。巴拉的是，娜拉却跟帅气的医生看对了眼。更万万没想到的是，1个月后的棒球赛上，发酒疯的娜拉通过大屏幕咒骂劈腿的医生。球赛结束，一场大雨送来了月朗的牵线。没挤上大巴的娜拉再次被杀人微笑的郑烈拯救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。娜拉也想起，就是他在酒吧救了自己。此刻的杀人微笑却征服了娜拉，这就有了棒球上的爱情宣言。此刻距离冷静期结束还有15天，丈母娘又想到催眠法，事与愿违。俩人睡了一觉，记起来的都是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牵挂。这天早上，郑烈刷牙洗澡，睡眼朦胧的娜拉走进厕所，熟练的拿牙刷递牙膏，夫妻间潜意识的默契配合，可下一秒意识跟上了脑子。娜拉连忙夺门而逃，尴尬的跑回房间，随后跑出厕所的郑烈就被小姨子撞个正着。从此家里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氛，娜拉吃草莓的动作勾起了郑烈的记忆碎片。医生告诉他，这是荷尔蒙刺激了大脑，建议他们回家滚床单。잠자리 아니 부부가 뭐 관계하는 게 이상한 겁니까? 一起生活的这些天，爱情的萌芽也悄然滋长。俩人精心打扮，瞒着小姨子开始偷偷约会，一起看棒球赛，一起吃便当，一起吃大餐。爱情的火苗在慢慢复燃，在好基友们的撺掇下，喝下交杯酒，自此一发不可收拾。距离离婚冷静期结束还有最后5天，俩人越来越腻歪，日以继夜，但没想到却被小姨子撞了个正着。小姨子发疯似的打电话向丈母娘举报，郑烈冲出来解释，一脚踩在棒球上，直接飞起，头重重的摔在地上，所幸身体没有大碍。30天的冷静期快到了，丈母娘不想再节外生枝，安排娜拉离婚后立刻去国外留学，但娜拉的脑海里都是俩人的美好记忆。晚上独自找到郑烈，但看到郑烈的眼神，就猜到他已经恢复了记忆，因为讨厌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。30天已满，心灰意冷的娜拉签署了离婚申请，俩人就此劳燕分飞。回到住处的郑烈怅然所失，曾经满是爱恨情仇的房间已是人去楼空。捡起他们的定情信物，看着棒球上新的爱情宣言，都是俩人的幸福片段。丈母娘看出女儿还是放不下那个臭小子，刀子嘴豆腐心的丈母娘告诉郑烈娜拉的航班时间，在好基友的鼓动下，决定追回娜拉。小面包一路风驰电掣，基友们激动不已，郑烈却不慌不忙的写手稿，刚下车就发疯的跑向候机厅，这次终于没有迟到，背了一路的深情表白，发自肺腑的讲给娜拉，酣畅淋漓的讲了足足有10分钟，基友们都被整感动了，但没想到娜拉戴着耳机一句也没听到。미안. 너무 진지해 보여서.
郑烈还想再背一遍，却卡了壳，最后也没能挽回娜拉的心。刚出机场，基友的面包车也被拖走，正要黯然退场，却听到熟悉的声音。 다리 좀 비켜줄래? 어디가 산소 좀 볼래? 아, 娜拉表示，现在自己只记得他的好，如果没办法恢复记忆，3个月离婚登记期限结束后会再做决定。而现在他只想和郑烈腻歪在一起。 아까 내가 한 말이 그 말인데. 电影到此结束，总算没有辜负好基友被拖走的面包车。